印尼雅加达这座长期被印尼最大民族爪哇族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全面主导的印尼首都，即将在2050年沉没。而印尼中央政府为此紧急在婆罗洲东马来西亚的隔壁新建一座新的首都，取而代之。难道这预示着雅加达真的没救了吗？连中央政府也跑了，而不是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而雅加达的失落会否使得爪哇族从其长期垄断的印尼国家权力核心退下来呢？真正走向全民平等呢？Indonesia perlu keadilan ekonomi. Ada 17.000 pulau, bukan hanya satu pulau. Perlu kesetaraan pembangunan, perlu pemerataan pembangunan. 印尼内部有300多个族群，742种语言和方言，种族和宗教多元，文化丰富，但在政治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爪哇岛上的爪哇族。爪哇族人口约在印尼全国人口的42%，是该国最大的民族，而印尼首都也设立于爪哇岛上，也就是现在的雅加达。而爪哇岛内的民族主义势力相较印尼其他地方顽固，对历届印尼中央政府推动的一些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形成了阻碍，并放大了许多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如果新首都继续留在爪哇岛上的话，将有可能继续导致行政机构受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官僚主义的左右。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印尼历史上的多次排华事件，或是近年的雅加达省长中望学阿霍事件，都是或先发生在雅加达，过后再蔓延到全国。所以爪哇岛这个由相对单一民族组成的地方，不利于制定出更加有效、包容、宏观的全国统筹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从雅加达出发，未必能真正治理好印尼的整个版图。所以，如果印尼决心要崛起的话，它要依靠的是它那横跨马来群岛至大洋洲的所有岛屿，而不是爪哇岛一个岛而已。想让万民归心的话，必须开始以全局来思考，而不是因为某些势力被迫把注意力和资源只用在爪哇岛上，从而忽略了其他99% 的岛屿。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至今也只有爪哇岛一个岛屿是被高度开发的，所以全国发展极度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外岛独立呼声高涨。其中包括雅西省。Kita ingin menghadirkan pembangunan yang Indonesia sentris, bukan Jawa sentris. Karena Indonesia ini bukan hanya Pulau Jawa. Indonesia ini memiliki 17.000 pulau, 514 kabupaten dan kota, 34 provinsi. Ada tapinya. Tapi saat ini 58% dari ekonomi kita terpusat di Pulau Jawa, 58%. Kemudian populasi 56% atau sekitar 149 juta penduduk kita ada di Pulau Jawa, bermukim di Pulau Jawa.大家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没订阅的话，现在是否订阅了？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印尼当年为何会选择雅加达作为首都呢？也因为选了雅加达，导致印尼全国发展极度不均衡，多地的独立呼声高涨。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雅加达2019年的人口约有1056万人，加埋它周围的卫星城市大约有3500万人，而其中有60% 的人没有足够的干净淡水供应，人民只能自行从地表浅层抽水。因每年的过度开发地下水，导致地面以每年25厘米的速度在下陷当中，和引发海水倒灌的现象，是全球地面下降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不仅如此，雅加达整座城市坐落在海岸边一片沼泽地上，近些年由于受到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也吞噬了不少雅加达的领土，很多地方已经泡在水下了，做 SPA 了。澳洲 Monash 大学城市设计副教授 Eka 说，雅加达是一个努力保持头脑清醒的城市，它同时受到来自河流和陆地两方面攻击，又是淹没又是下沉。根据研究显示，海平面每上升3公尺，就会造成印尼约有500万人流离失所。印尼万荣理工学院的 Harry， 一位长期研究雅加达沉降情况的学者表示，按照我们的模式推算，到了2050年，雅加达北部95% 的地区将沉入水中。
所以你认为雅加达这局有解吗？还是一走了之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我下周还会继续更新关于印尼迁都的故事，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如果你想看印尼当年为何认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其领土并出兵攻打，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